Javarayang Labjang Zaralo Gangalo Duduni Namdarabzare Jenny Jani Jedagra Kanda Debi Zoran Maru Mando de Jezarve Bozogana Yalla de Jianganzo Drajino Liji Jojo Dunja Jang Maru Mazer de Rania Jenny Jonja Duni da Jang Zabin da Zon Yondani Jonja Jedo Javrayang Landa Tidana Jiji Rozir Dalu Damu Mambaraza Vadam Danjo Jolo Ludur Mubi Nawa Jeta Soro Jimbo Zoduni Meja Zone Mon Jimbo Ngajat Agaradan Wam Zandu Jimado Dumba de Janla Janzar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今天是这一次的最后一堂课。那前面我们就在菩提心的那些修法，今年没有讲具体的修法，但是菩提心菩萨戒的一些这个要求，还有受戒的方法，持戒的方法，等等等，上面呢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介绍，然后今天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里有一个麦泡仁波切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诲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讲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修法。这样子的实际的修法呢，以前我们也不是没有讲过讲了很多次，只是今年没有讲过这个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还有那个空性的具体的修法。但是呢去年前年都讲了很多的那些修法。修法是非常重要因为今年我们为什么不讲这个菩提心的具体修法呢？我们这做的多数的人都是在去年前年都已经听过这个菩提心的那些具体的修法。然后没有听过的人现在也有很多资料，也可以那个看那个光盘，也可以看书，各方面都有。资料的话就比较全所以没有讲但是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一个具体的修法。这个具体的修法呢非常重要。上次我们讲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世俗人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条这个道路有什么不同呢？世俗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最了解的。世俗人就除了金钱、名利、地位等等就除了这些以外，世俗人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理想所谓的崇高的理想伟大的理想等等等等是什么呢？就是名利等等，就是追求这些就是追求大一点的这个名利地位，这样子的话世俗人认为这是伟大的理想，崇高的理想。但是佛不认为。佛觉得这个世俗的世间的这些名利等等都是一个世俗人认为很了不起，但是实际上这个不值得那么的投入。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建立这个生存的目标，或者是这个生命的目标，人生的目标。
那这两个目标是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世俗人他的生存的目标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用自己的时间，宝贵的时间去换身外之物。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身外之物。无论是名利等等等等，都是身外之物。那释迦牟尼佛呢？他认为就是用自己的宝贵的时间生命去换这些东西是不值得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首先要把自己提升。提升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这样子，有病又会衰老或者是最后死亡了以后，我们的意识一旦离开了这个肉体以后呢它就是会几个小时之内都会腐烂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我们通过尤其是密宗的修法通过一些修法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可以转变为有一个叫做金刚身。什么是金刚身呢？金刚身大概就是金刚身的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呢？金刚它有7种这个不同的那个特点。其中绝大多数呢，金刚就是不变的。不变的意思。那我们的身体通过修行一定能够可以这个净化，也就是说一个过滤什么样过滤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肉体就有病衰老，最后死亡最后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在这个地球上会消失是毁灭的。那样子的东西呢，现在目前没有修行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修行的话，在一个这样子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出来可以体验出一个身体，这个叫做金刚身。那这个身体呢，它也是佛的智慧的载体，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肉体是这个意识等等的载体，同样的那个就是佛的智慧的载体。这是度化众生的最这个最需要的一个，它永远都不会有变化，不会衰老，不会死亡有一个这样身体，从身体方面讲这样子。然后从精神的角度讲现在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不自在。一旦遇到了这个任何一个外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就是外界的东西一直都扰乱我们的内心现目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呢，通过修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八识意识里面呢，可以体验出佛的智慧，佛的智慧体验出来了以后呢，佛的智慧也就是一个永久不变的一个这样子的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发现在我们现在一个凡夫人的这样子的肉体跟我们的精神当中，可以提取这个佛的智慧可以体验出来佛的智慧和金刚身。所以佛认为我们就是不追求这些东西光是追求外面的这些身外之物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错误所有的这些世间人所有的这些凡夫人就流转轮回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出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佛的要求就是他没有要求我们完全脱离这个物质生活这个是三界里面的这个六道三界里面的
欲界的所有生命都做不到。欲界是需要依靠外界的力量、外界的能量生存，就是像食品氧气等等等等就是要依靠他们这些的力量这个生存。色界和无色界的众生，他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佛没有要求我们完全脱离这个物质生活，尤其是这个是那个欲界的众生。但是呢，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上次我们也讲佛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这个世俗的这个物质生存的条件只能作为一个生存的条件，而不能作为一个生存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不能作为任何一个，比如说金钱名利地位这些呢，本身就是实际的生存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是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呢世间人把这些都作为这个生存的目标去奋斗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错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用来作为一个生存的方法，或者是生存的条件，然后呢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呢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这些里面那生存的目标在什么呢？就是要体验自己的心身也就是锻炼自己的心身，也就是提升我们本人提升我们本人，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佛教或者是佛教的这些因果的观点，或者是修法这些绝不是一个迷信这是我们学了20多年的佛20多年的佛学习，只是光是学都是学了那么长的时间学了深入的了解了这些佛法的每一个它的道理修法都掌握了。虽然是我不承认这个我有什么修法，但是学了这些都学过然后呢现代的这些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这个物理天文等等等等我们也都看了，基本上不是很专业，当然不是很专业，但是大致上也就大概也知道那样子的话，我们把整个的这些文化或者是这些学科比较的时候呢，我们真正发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理论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这个真理是一个真正的真理。其他的这些学科，比如说哲学科学等等，当然这个哲学科学这些里面也有很多真正的这个真理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全盘的接受呢？不是，这个科学自己也不承认它一直都在发展，现在是在目前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还不是这个巅峰那释迦牟尼佛呢，他自己首先成悟了已经到达了人类智慧的巅峰然后往下看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轮回是什么样，一个人从一个这样子的反复的身份去这个提升自己的话，怎么样去提升最后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是这个佛才说得出来所以就是有人说佛教是迷信或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不专业的。再说就是一个门外汉，我们以前也讲过，根本就不去研究然后就是下手这样子的习气，这样子的行为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这个判断任何一个事情瞻仰也好，诽谤也好，一定要有证据一定要有这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以后呢，才可以说你才可以有资格判断这是好或者是不好才有资格说这是错误的或者是准确的自己根本就这个不去研究不加以进行思维，然后呢就随便说这个迷信那个迷信，那些都是实际上
这些都是自己已经被自己已经是迷信了，所以这个学佛是真正不是一个什么信仰的问题，学佛就是提升自己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像电脑就是每一年都在升级，每一年都在升级，上半年下半年都不一样，这样子的升级，物质是外面的这个物质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升级。但是除了释迦牟尼佛的修法以外，在这个世俗间东西方的文化里面呢，没有一个是真正回头提升自己的这个教育，没有一个提升自己的方法。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这个修法呢，是唯一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我们提升这个生机身外之物，大家不觉得这是迷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实在的技术同样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被提升到而已，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这个体验没有这些经验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学习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方面首先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知正见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多数的人也都在学光论的人在学光论学这个入心论的人在学入心论，这是非常好的一定要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有一定的佛教的知识才可以有资格学习才可以有资格修心这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这个读书读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后生活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需要那工作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在学校里面学那么长时间同样的道理，我们要修行的话，我们也要学了才能够修这样的，这是很重要。这个闻思是不能这个脱离的有闻有思才有修闻思修就是不能分开，这是非常重要。然后今天我们再讲一下这个马盘仁波切的这个修法那这个修法是什么样的修法？它的标题是对初学者的教诲他说他的标题是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诲初学者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刚刚这个学佛的人叫做初学者。初学者和非初学者的这个界限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一个非常厉害的比如说毒品就一瓶毒药普通的人吃了以后呢，立即就会死掉的那样子的剧毒我喝下去了以后呢，就是仅仅是通过我的修正其他什么的这外在的这些药物那些不靠他们的力量，就是通过我自己的修正的力量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叫做非初学者到达我们还没有到这样子的这个进步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说这个毒药不但说毒药，就是有些东西吃的没有好的时候都就拉肚子就生病等等等等，那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初学者你们不要认为我肯定不是初学者，已经学了2-3年肯定不是初学不能这样子认，我们大家都是初学者那马盘仁波切这是一个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诲那初学者一个教诲，他首先什么说的呢？这个也要分前心和正心2个阶段。前心里面第一个是说这个轮回的确是毫无意义的，从严格的要求上说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有些人知道这个道理，有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人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凡夫人来说，这个外在的东西呢诱惑力相当大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能力去抵抗的话这就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知道的人，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都被这个外界吸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能力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提升到升级
我们就是没有升级到啊，譬如说你们有些啊，就也许啊升级了一些生活的条件普遍的来说啊，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啊，就种种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有所这个变化，也就是说啊有所升级，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升级呢？这个很难，我们没有升级啊，不但是没有升级，而且就我们就是就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年比一年跟这个死亡越接近啊，人体的这个气脉明点的结构，气脉明点的能量啊，都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们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成功的就把自己提升的啊。外界呢，生活的条件呢，也许就是改变了一些，但是呢，这些改变呢，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用处。那麦庞仁波切也好任何一个佛教的这个书都在说从严格的角度来说非常严格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这个时间的名利等等，就是我们世俗人非常向往的，或者是用来一生的，就是一生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和整个的时间去这个奋斗的这些东西呢，从严格的要求上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没有这个意义呢？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只有我们只能作为一个生存的条件因为我们就借助这些外在的这个能量可以生存下去唯一的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除了这个能够生存，它提供这些外在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生存的能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呢？没有了。你们也从头到尾，除了这个以外，就外在的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就大家都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带什么东西，只是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给我们带来了让我们生存，就是这个生存的能量基本的生活条件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了。其他的很多的都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一个圈子里面呢人家有我没有的话，我心里面不舒服了。我认为这个有这个的最终的目标最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作用好不好我不太考虑，就是人家有我没有的话，就这个心里面不舒服，所以人家有的话我也一定要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大家去拼命的去挣钱等等，争权夺利等等。但是从严格的要求来说，或者是真正的静下来说，有些很有钱的，这个事业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很成功的有些人，名气很大的有些，就是目前就是很红的有些人都告诉过我们他们就是在有些场合里面呢，人很多的时候，热闹的时候有些特殊的场合的时候呢，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与众不同的，就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呢，回来了以后呢，真正静下来以思维的时候呢，真正的去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时候呢，没有，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有一点身外之物，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呢随时都有可能彻底的离开如果这些身外之物这真的是这个有一天彻底离开的话呢，那我生下来就是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我有什么呢？没有什么，跟大家都一样的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比较成功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是这个感觉，这个感受是对的这个感受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从严格的要求来说，名利金钱等等，
等等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除了生存以外啊，这里面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说，佛释迦牟尼佛他永远不排斥我们依靠这些物质的身外之物的能量去生存，我们可以借助这些身外之物的能量啊，然后我们就生存下去。这是佛唯一的允许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啊。这也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才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结构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东西才我们可以生存，不像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这些天人一样啊，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上就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啊。除了这个以外呢，然后就过多的在这个物质上面投入呀、发展啊等等等等，听起来就是非常好听啊，发展事业呀就是等等等等啊，就听起来都每个人就是现代人都是很羡慕其他人也就是很羡慕，周围的人也很羡慕啊，自己也认为这个我很了不起，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很强的人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强。只要一旦这些身外之物离开了以后呢，没有什么强没有什么成功的，在真正关键问题上面呢，没有什么成功，没有任何的成功。所以这个轮回就是从严格的要求上来说，轮回就是代表所有这些名利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叫做轮回啊。从严格的要求上来说呢，真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环境有太大的关系，然后跟我们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就因为我们就是在成长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啊，就是受了一个这样子的教育以后呢，我们认为给我们灌输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就去挣钱去挣很多钱，然后就是扩大自己的这个事业然后呢，在这个社会上就成为一个比较红的人，大家都羡慕，我自己也就是很得意那样子，大家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个因为我们的身边的人心里面想什么呢？都在想这个从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们学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就是这样，老师给我们讲的也是这样。以后我们的环境里面的那些单位上的就那个同事也好，其他人我们就经常接触的那些人心里面想的都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就是要转变过来的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个真的他们这些人说的是不是有错呀？他们说的是不是作为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就很难了。这个还不是一个标准的价值观。真正的这个人的生存的价值在哪里这个观点在哪里？我们认为只有佛教里面在。这个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以这样子，不是。如果我们这个用很尖锐的这个道理或者是理论去推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佛教的无论是见解、行为、修法当中，如果发现了一系列的漏洞的话，我们不会相信佛的，我们不会相信佛法的。为什么呢？佛教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学了佛以后，我们认为这个佛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对我们有一定，对我们的生命就需要的有所需要，对我们的解脱有所需要，所以我们就信了佛，我们学了佛。不是命中注定你一定要生下来的时候到死亡之间，你一定要跟着这个佛陀走，跟着佛教学，没有这样子命中注定。所以在佛法里面，如果是遇到发现这些漏洞的话，我们不会相信的。但是呢，这个佛法里面呢，我们认为佛教的每一个这个价值观真正人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其他人的这些影响，就是人自己能够静下来好好的思维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其他的这些价值观呢
就是大家头脑发热的时候，就大家就认为这些是很好，实际上静下来以思维的时候呢，并不是那样子。所以严格的要求上来说，轮回任何一个轮回里面的东西都是真正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就是佛是很肯定的这也说了这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呢它不但是没有意义，这个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些东西奋斗了很长时间，最后到我们的手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也是一个非常很无常的东西就是像上电一样就是像大雷时候的上电一样的无常的东西然后就是像这个像游戏一样，像这个演戏一样这个本身就是汉地以前的那些古老的那些除了佛法以外的那些古书里面都有人生就是一场戏那样子的说法都有。实际上人生怎么样是一场戏呢？佛教才能够说得清楚，其他人都是道听途说的，就是怎么样人生是这个一场戏呢？人生怎么样像一场戏，说的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还是觉得这个戏跟人生是不一样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很实在的东西，戏就不是那样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但是佛教他会这样子说，他他也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无常的这些无常然后前面讲的那些无常没有意义等等等等，都是讲的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是这样。然后我们除了身外之物以外，我们自己又是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这座的人都是因为学了佛，也许能够大概的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也许有一点定位凡夫人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定位，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他们不知道自己我的地位我的身份实际上真正是什么样的人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没有一个很绝对的任何人都说不出来。哲学家科学家对自己的这个身份对自己要做一个定位的话，这个位置就不好定了人就是在这个万事万物当中要给他定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要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这就是谁都说不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又是什么那身外之物是没有意义的无常的，那我又没有意义，我们又没有意义，我们是不是无常呢然后我们自己也就是在这个万事万物变化当中，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物质的质疑，我们也就是其中一员我们也不例外所以这些是加心这些讲的都是无加心里面讲的，就把这个加心这个刚才讲的那些这些原子性的东西无加心就是光讲了上面就加了很多修法思维，就成为这个四加心外加心所以呢我们就佛也这里说了譬如说一个比如说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企业等等，他们可能有长远的计划，但是他们也可以这样可以制定一些长远的计划，这个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呢也是应该的但是因为我们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个人私人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就是做很多很多的长远的计划我这个公司怎么样，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就是又怎么样投入，有投资，又怎么样挣钱赚钱，然后就先到这个国内发展，然后要到国外去发展，怎么样等等等等的那些很这个长远的那些计划呢，从世俗人的角度来说是应该的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因为世俗人认为这个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钱非常重要的话，那应该那样子才可以挣钱但是佛法是
考虑这个人的整个生命的从整个生命的角度来说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呢？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这样子，不一定这个不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帮助，而且这样子的做法，长远的计划有可能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一种手段。欺骗的结果后果是什么呢？本来是我如果有一个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的话，我现在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肯定做出了很多很多有利的事情。但是呢，我从小的时候，我的价值观颠倒了，世界观颠倒了，人生观颠倒，所以我今天有什么呢？我没有什么，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世俗人认为最成功的人，成功了什么呢？就是有点钱而已，还有什么呢？没有了那这个钱就是我们就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才有用但是每一个人就是时间长短而已，就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或者是2-3年过去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面临死亡。死亡并不是所有的结束并不是一切的终点站，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转折的地方不是就是生命的就有无数的这个生命有无数的那个阶段里面呢，就只结束了一段我们只是走完了一个短短的旅途还有很多路要走。那些路我们怎么样走呢？没有任何的准备了，没有任何的准备。以前我们的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这个短短的旅途这是短短的旅途着想其他的那些剩下来的长远的路我们没有准备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会失败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我们如果要有长远的计划的话，长远的计划是应该有的。但是我们的长远的计划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长远计划所有的这些长远计划都是想去挣钱，都是想去这个争权夺利那样子的话，这个并不是什么长远的问题。长远的计划的话，这个计划里面一定要纳入我们的下意识再下意识，以后我们怎么样走这条这个人生的路或者是生命的旅途怎么样走，一定要把所有的这样纳入，才是长远的计划那我们一个普通的人的话就不能有，普通的人就佛的真正的这个要求的话，严格的要求的话这个普通的人就在挣钱呢那些上面都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那么长远的计划。那长远的计划呢，什么事情上面要有长远计划呢我们长远的计划一定要考虑整个生命的旅途不能光是一个人生这么短短的时间再说呢，就是一定要考虑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思想是要放在怎么样提升自己，怎么样升级自己的心身不要想这个怎么样去升级身外之物怎么样去升级我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去改善怎么样去这个买一个更好的房子，买一个更好的车子，在银行里面就存一个更多的钱等等等等释迦牟尼佛的严格的要求来说呢就是要求我们不能这样子，要求我们就是不能这样。佛说的少欲知足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通通所有的人到山洞里面去像弥勒日巴那样子过生活，释迦牟尼佛没有这样子要求。佛陀说就是像一个出家人的话，出家人在生活上面佛的要求最严格的地方，相对来说在家人佛教徒都没有那么严格。就是一个出家人的话，如果自己的心里面没有这些贪欲心，不认为这些东西身外之物是很了不起的话，如果没有什么没有，就是一个在这样子的条件下，就是以自己的前世的福报也好，种种的因缘
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奋斗，自然而然有的话，一个人可以住一个有500间房子的那样500间房子那个500间房的那个楼房啊，就是一个一栋很大的楼房都可以住。像一个金江宾馆那样子的那个房子，有一个出家人有一个那样子，但你认为这个金江宾馆那样子的房子跟我们山上住的那个房子，对你来说，你认为这是一个住的地方而已，其他没有什么执着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选择，你不一定要住到一个很破的地方，都一样的啊。以前华住仁波切他到那个江阳清泽仁波切啊，他到那里去啊。华住仁波切一进去的时候，江阳清泽他的屋里，他的就到处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吃的东西啊，穿的东西啊，因为他是一个高僧大，很多人供养，好多好多东西。然后华住仁波切他没有表达，但是呢，他心里面想，不是一个很少欲知足的人，就是好多东西他心里。然后那个江阳清子他自己一下子知道，你认为我不是少欲知足啊？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对你，他华住仁波切他自己一个木碗啊，木头制作的碗，这是他上师的碗，他根本上师的留给他，他非常执着这个碗。华住仁波切啊，他说我这里的整个的钱财都没有比你的木碗的执着。他说，华住仁波切他对这个上师的碗嘛，他一直保留着，他对这个木碗是非常执着的。他说，我对这些整个的这些财产，就是没有你对这个木碗的执着。他说，就是那样子的。但是所以呢，佛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个过很苦的日子，佛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就是没有自然而然没有。如果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精力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佛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在家人，我们自然而然所有的这个生存的条件都有吗？没有所以我们佛允许我们有适当的投入，适当的去努力特别是在家人适当的去。但是我们的头脑里面只有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就是只要我们认为只要有钱的话，一切都解决了。除了有钱以外，还要什么呢？不需要了那样子的说，那样子这才是真正的错误的大错特错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面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大脑的程序，就是一个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现在人做出来的事情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伦理道德，每一年都下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只有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就是导致这样子的问题了。释迦牟尼佛早就说了，少欲自助少欲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你能够生存能够生存，在生存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太苦了。如果你就比较平稳的那个水平上，你能够生存就可以再也不要去过度的去开发很多很多的能源去破坏破坏这个大自然等等等等。现在比如说有点发展一点经济的话，这也是破坏了很多很多东西的代价那样子的话，佛认为就这个不值得去破坏大自然然后去这个浪费自己的生命浪费自己的，就把所有的自己的这个精力全部投入，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就是钱，没有什么佛认为这是不是理想的生活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少欲自助这个对一个在家人来说不是说你们要去山洞里面住，不是你们说一定要吃一个很不好吃的饭，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生活就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比较朴素一点的这个水平上就可以了就在一个这样子的，可以人就过得朴素一点，简单一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人过得简单一点，人过得朴素一点的话，第一个不需要这个浪费很多自己的这精力生命。再说我们也可以避免很多很多这个破坏大自然的这些方面的很多很多问题都这样子自然而然就解决。人的欲望，这个生活方面的需求要求
越大，那就这个能源的开发呀，自己的生命的那个投入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就消耗也就越大。所以我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个是的确是一个跨世纪的思想。从现在这样子，再过100年，再过50年看的话，人类更感觉到释迦牟尼佛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生活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要过度的去追求金钱名利，释迦牟尼佛认为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再说我们自己人类只是在这个整个生命当中比较有智慧的，但是到今天为止，就是靠人类自己的智慧还没有给我们自己一个定位，人类还没有对自己的定位，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生物当中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呢？就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认为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就是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多的问题。那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是不是什么都不考虑呢？当然不是以前很多人认为这个佛教是消极这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消极然后根本不知道佛教徒在干什么根本不了解。佛教徒有崇高的这个人生的目标，的确是有人生的目标所以就是佛教徒有长远的计划，非常的积极说是非常的积极。比如说世俗人再积极也好再长远的计划也好，就只不过就是这么10几年的计划而已，没有了再积极也好，再有这个伟大的也好，光荣的也好，崇高的理想也好，除了名利以外还有什么呢？没有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崇高跟世间人的崇高不一样，伟大跟世间人的伟大是不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那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我们要考虑一心一意的去考虑提升我们自己升级我们自己的心与身这是最关键的然后呢摩盘仁波切就刚才说的那些就基本上这个意思。然后摩盘仁波切说，然后我们自己一定要感觉到我们的生命不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有无限的计划有限的生命不可能完成无限的计划所以我们就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生命的长短来做适当的事情。适当的什么事情呢？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有从现在起，我们就是要走上一条路找一个从这个轮回当中安全的出口，这是最关键的。然后那个要先去听上师的教言，然后呢去思维掌握好了以后呢，然后要到精出精出是什么呢？精出就是对修行有一定的环境有一定的条件的地方。精出就是这样子的，有从严格的严格的要求来说，精出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地方，就除了自己一个人以外呢，没有任何人，就是像米拉日巴修行的当年的那个修行的环境那样子，那个就是最好的如果还没有能力去选择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说不太适应的话呢，那要找这个相对的这个在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安静不安静是什么呢？就是对修行没有太多的阻碍就是人为的或者是非人为的，就没有太大的阻碍。修行在这个比较自然的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的，这样子的选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要到进出去然后进出去干什么呢？就做一件事不做其他的事情进出去做一件事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要去掌握新的状态我们的
意识，也就是说第六意识啊，要去掌握，要去追究这个意识的状态。为什么要追究意识的状态呢？因为我们的创造者是谁呢？就是意识，真正的创造者，第一个推动力啊，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神，谁都不是啊。那是不是无因无愿呢？也不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就是万物的创造者啊，也就是万物的毁灭者啊。毁灭者和创造者都是神啊，不是就是意识，不是神啊，不是万能的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神，没有一个上帝。但是呢也有可能，像比如说像现在那个基督教呀那样那比如说印度教等等，所有的除了佛教以外，绝大多数的这些宗教都是认为有一个神在控制神在这个控制这些万事万物。但是我们是佛教徒呢不认为。佛教徒怎么认为呢？佛教徒认为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在控制万事万物实际上呢就是外道他们就是把这个叫做神那神有两种，一个是人格化的神，这是他们的宗教里面的神上帝；另外一个就是西方哲学里面的这个神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就是一个创造的力量，一个能量这样子。但是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人格化的这个创造者也好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能力一个创造万事万物的一个能量也好，在我们的意识上面呢，这两个都具备了。意识就是这两个意识，我们的意识才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但是呢，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外界是唯心还是唯物，这个我们不争论这个，这是西方的争论，我们佛教徒就不参与不参与这个争论。不是，为什么不参与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外界的所有的东西既不是心又不是物质那这是什么呢？从严格的要求来说，从严格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幻觉就是一种幻觉，也不是心，也不是心，也不是物质，就是一种幻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幻觉有可能是心，有可能是物质，都可以所以我们不能这些定义没有必要那么的狭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争论这些问题，这没有必要的争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这万事外境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我们非常的顽固的去执着这个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当作存在，然后去分析这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没有必要这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种幻觉那这个幻觉是谁创造的呢？这个幻觉的这个幻觉的源头这个幻觉的源头在哪里呢？源头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不是宗教，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肉体呢？不是，就是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佛教的用词来说，就是我们的意识，就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就是意识。所有的外面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就在这个意识的基础上，也可以说万事万物都在这个意识的框架之内没有一个东西是超过这个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必要到外面去找没有必要到外面去说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空心或者是不空的呀这个车子空心不空，山河大地宇宙万事万物空不空，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去争论没有必要这样子去观察。以前我们讲中观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那个争论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观察。但是呢，那就是让我们全方面的去了解空性，所以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一朵花上面都进行这个思维，让我们
感觉到空性，就是希望我们的空性的感觉的这个强度要好一些，能量要强一些，所以就是在每一件事物上面都去观察，其实不需要的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追究这些东西，我们回头去追究这个意识意识一旦掌握好了以后呢，这个状态掌握好了以后，一切都掌握好了，解决了以后呢，一切都解决好了。所以这是大乘佛法的诀窍知道吗？这叫做大乘佛法的诀窍，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就一朵花呀，一栋楼一辆汽车呀去观察就是像这个物理里面讲的那样子，把一个粗大的物质分解，然后最后就是分解成什么样的？最后就是分解成能量纯能量，然后就从这个纯能量当中又产生物质等等等等。现在我们不要了这些现在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这些可以这样子进行这样子的思维，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呢？不需要了那就是我们回头看心的本性。那我们要掌握这个心的状态的时候呢，有两种。第一个是心的状态心的状态，第二个是心的本性就这两个。首先说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状态就是世俗的心这里面说心像上殿，像风，像云这样子，它有三个比喻。心怎么样上殿？像上殿呢，打雷的时候，这个上殿一下子就是一下子整个一大片区它可以就亮了但是呢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短，一下子就没有那同样的，我们的心的很多，我们心的状态都是这样子我们从心里面呢冒出了一个，比如说我要去挣多少钱我要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去挣一大笔的钱等等等等，或者是我要去给谁给谁的领导的关系拿好一点然后我通过这个关系我要升官升了官以后我怎么样去把这个很多东西装到包里面等等等等的考虑这个现在就是很普遍的，我们大家都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一旦冒出来了以后呢，它一下如果我们不感觉，就是不去观察的话，它可以持续很久。再说就是外界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我们的心目前没有什么能量没有什么力量，它就是把外界的东西一直都把我们的心就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持续很久。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感觉到的话，立即回头。挂具派的大手印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他前期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修他就只看我在想什么，就是要看这个念头回头看我在想什么看我就是像升起了一个我要去挣钱要注册一个公司的念头出来的时候呢，立即就要感觉到我现在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念头，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了以后呢，要去打击它呢，或者是要培养它呢？没有，也不打击它，也不培养它，不管它就是要知道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然后过了以后呢，又产生了一个另外的念头的时候呢，又不放过任何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念头都要记录下来。我要知道我现在我这个时候有那样子的念头，后来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现在有时我在想这样子的东西，每一个都有那样子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心就是像上殿一样的突然间冒出来了，突然间没有了，又突然间冒出来了，突然间没有了像挣钱的念头冒出来了，没有了
啊，像升官的念头也冒出来了，又消失了，自生自灭了，很多东西。那这个是不是真悟空性呢？不是真悟空性啊，这个不行，不是真悟空性。我们现在有以前修比较高一层次的法的人当中也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观点。比如说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贪心冒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我发现，我立即就回头一看，它就马上就没有了。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很高的地位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很高的层次了，因为我一看的时候它就消失了，这个所有的烦恼这些都在我面前都站不住脚了都消失了，我都已经真悟空性了。他认为这是真悟空性，但是这个不是真悟空性，这是自然的规律上殿就是几秒钟当中没有了，但是这个我们眼睛都看得到，上殿几秒钟当中消失，难道我们的眼睛真悟空性了吗？不是，这些都不是，像上殿一样然后呢，我们的心就是像风一样，风吹过来的时候呢，风实际上它也有颜色它也有这个重量都有，但是呢，从比较简单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风我们只是就身体感觉到声音就耳朵听得见风的声音，但是我们的肉眼在一般情况下很清亮的透明的风看不见。同样的，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时时刻刻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烦恼智慧等等等等。但是回头真正的去看，我究竟要看个清楚，我的烦恼是什么样的东西？看的时候呢，你们能不能确定烦恼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没有办法确定的，这个非常奇怪的东西那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的这念头我们从来都是没有去观察过我的念头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有。我们的小学里面有这样子的课程吗？没有中学里面有吗？没有大学里面有吗？没有然后就是大学里面呢，所有的这些专业里面有吗？没有，都没有就是所有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去掌握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怎么样去改造外面的东西。然后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人类可以征服大自然，然后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征服大自然等等等等，就是像这些问题，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回头看过自己。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要提升我自己我要去认识我自己等，我要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一定要定下来我自己的定位没有了。现在科技发达了以后呢，有全球的定位系统，我们就是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经纬度上面的城市都可以定下来，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定下来呢？我们的位置可不可以定下来定不下来，科学家、哲学家任何一个人都定不下来。再就是往里面一点，把我们的精神要确定一个我们精神的位置，要确定的话，怎么样确定？没有办法了19世纪，还有就是这些更早一点的时候呢，认为就是这个精神就已经定位了。怎么定位了呢？就是大脑大脑就是精神，大脑的活动就是精神，精神就是大脑的活动，没有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现在不行了科学发达了以后呢以前的很多的这些都，至少这个科学家当中呢，相当一部分的人就不赞同以前的说法了。至少我们也没有说所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大脑不是精神不是大脑的产物当然到现在都是主流的思想都是这样子这还没有改变。但是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神经生物科学上面呢，德国诺贝尔奖的很多很多人都是持不同的观点，再也不是以前的了所以这个定位这个定位呢，现在至少很多人就是科学家不是普通人，就是科学家，就是有些人呢就反对有些人呢持
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就至少目前就是这样子，一直都在发展啊。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科学家自己说的啊。所以呢，这不是真正的这个精神的定位啊，这个也不是精神的定位。那么精神在哪里呢？啊，这个就没有一个，在这个任何一个科学哲学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回答，这个答案找不到啊。那佛教里面有吗？佛教里面有的话就是在佛教里面，其他地方都没有。佛教里面呢怎么说呢？啊，这个因为心，我们的意识它是一个无形无色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像风一样的东西。但是风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风当然有定位啊。我们给车轮胎充气的时候呢，这个气就是在轮胎里面的，这肯定是可以定位的。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说，很简单的说，刮风的时候呢，这个风我们声音听得见啊，它的这个触觉有这个感受。但是呢，就不像我们比如说这个钢筋啊、水泥啊、建筑物呀，没有那样子的粗大的那个体积啊，那就是心就是像风一样的啊，说在这个地方啊，说在大脑里面也不在，说在心脏里面也不在。有些人说我们就是普通人啊，我们用任何一个东西啊，这个大脑袋后面的时候呢，眼睛里面就是有那个闪光一样的，就是有烟不是那个像火花一样的东西产生了。对，他们认为，因为大脑就是因为心呢，因为这个意识就是大脑的产物，所以就是产生这样。这是非常糟糕的非常糟糕的那个逻辑，非常简单的逻辑。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逻辑，这些根本不是从佛教的严格的这个逻辑来说，这些根本不够一个逻辑，根本不是一个理论所以不是。比如说一个人就是一下子恐惧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恐惧的时候呢，心脏里面会发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精神是心脏的产物呢？当然不是大脑的产物吗？当然不是。但是精神跟这个大脑跟心脏这些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密宗里面很早以前说了，我认为最伟大的神经科学家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密宗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这很多密宗里面的东西到现在医学上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必要讲那么多，这是就是佛学里面的一些专业的人就是一些学者他们研究的东西，我们修行的人基本上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定位心是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你们的一个课程这就是你们的课程，目前是一个课程，回去要去找，要定位要定位。定位什么呢？这是刚才说了，第一个要定位我们自己的，确定我们的位置，人类的位置，再说我们自己的位置怎么样确定？这个很简单，我们就不是在亚洲，不是在中国，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究竟是我们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不考虑的时候非常简单，我就是我呀就是我把身份证拿出，我就是这个人嘛，你看看这个就很简单。但是这是从严格的要求来说，我们给自己定位是很难的。再进一步分析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是精神所有的创造者不是物质就是这个精神。那精神给精神要确定一个位置，这个就是非常难非常难。为什么非常难呢？它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所以难没有的东西你一定要给它添加一个位置的话，这就是难它如果有的话也并不是那么难。这是一个这就是你们要作为一个功课要去确定这个要给精神要这个定位然后还有这是就是刚才这个风
心就是像一个风一样的啊，风就是我们不能考虑的太复杂了啊，你们不能想风就是气呀、风啊，那些都是有颜色的，可以测量它的重量啊，等等等等，不要那样子的复杂的，就是像古人的头脑那样子比较简单一点、比较淳朴一点的东西去思维。风就是不太好那个定位。刮风的时候，我们听到它的声音，然后就触觉上面感觉到，但是它在那里，我伸手可以抓得到吗？抓不到，等等等，就是从那样子去就比较简单的去思维。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像风一样的，这不是说心的本性呢，这是说我们的心的状态现在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心就是像云一样的啊，云是什么样的呢？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呢，这个云都是一朵一朵的，就是好像下了飞机可以从这个云上面可以走过去的那样子的感觉啊。云是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形状而已，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子呢？没有。风和这个云，它可以形成这个山建筑物，还有河、大地等等等等的这个形状，它都有。然后有彩虹，各种各样。但是呢，它实际上有没有呢？没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云是那么大的，就乌云就是从天空当中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就是像西藏的天空那么的这个非常干净的那个天空当中，乌云它就是无缘无故的，它可以产生，突然间就是满天都是乌云，然后就打雷下雨等等等等。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呢，有一下子这个云都没有了去哪里了？是不是去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是不是去什么美国的上空或者是其他地方？不是了，就是在这个我们看见的地方，云就消失了当然，从严格要求来说的话，云不是完全消失了。以前说从物理的那样子能量守恒等等等等那样子讲的话，那也有一定的，你们心里面可能有一定的执着。但是呢，要告诉你们，这个量子物理的角度来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说这些，这是简单的一个比喻那云就是在这个空中，它无缘无故的产生，然后就是在这个空中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它那个产生的时候从哪里来的呢？它不是东南西方那一个天空中不是不是它不是从东边来，不是从西方来，就是在这个产生，就是在这个空中产生的。一下子就有那么大的云，然后呢，它就是消失的时候呢，它没有去东边，没有去西方，它就是在这个空间消失了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我们可以说但是呢，这个三个比喻呢比较代表性的这个比喻，这三个比喻说明我们的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精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在这个精神的问题上呢就是有史以来很多的学者、很多的专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神学家、科学家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人都被迷惑了一个人就拿不出一个好的主意，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在这个精神的问题上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精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是说精神不存在，其实不是不存在，就是难掌握而已，就是不好掌握实际上不是不存在，精神存在这些都是讲什么呢？讲我们心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心就是在心里面，就心就不像建筑物，不像这个钢筋，不像砖块不像这个水泥，那我们的心就是可以胡思乱想，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心的它的特点这是一个，这些都是心的状态，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比较了解的这个不是很重要，这个里面就顺便讲心意识原来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心的本性后面就是最关键的，这是心的本性那个我们根本不观察的时候呢，从来都不知道精神是什么样的东西
稍微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像隐明里面观察的那样子，稍微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心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子，意识就是前面讲到的那样子，就是像风一样的，就是像云一样的，就是像上天一样的，等等等的，就是我们会找到一些这些答案啊，根本不从来没有就是像世间的有些人一样子，世间很多人都是自以为非常聪明，但是呢，问他你的心是什么样子，根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说不出来啊。那稍微这个思维的时候呢，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答案是心是什么样的，大家都会说像风一样的啊，像上天一样的，像这个云一样的啊，只能说这是第二个层次，然后再进一步的思维啊。心怎么样是上天一样的，怎么样是这个风一样的，再进一步思维的时候呢，最终是心的这个本性。那心的本性它是什么样子呢？心的本身从理论上来说，心的本性应该是空性的啊，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空性，心也意识也就是万事万物当中的一员，它也是空性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空性呢？我们首先不下定义啊。释迦牟尼佛虽然是在这个很多这个经书里面说佛这个人的心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学的时候呢，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首先就给心下了一个定义啊，现在我们一定要就是照释迦牟尼佛的取向啊，所以心就是空性的。这样子的话，这种程序是错误的，不对啊。那什么样子，怎么样思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释迦牟尼佛说空性还不是空性，就是我们自己去到底看个清楚啊。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没有去看过我的心是什么样的东西。今天我开始去了解，真正的去了解一下，真正的去掌握一下我的心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说从这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们说这个建筑物是心创造的，然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宇宙当中的那些星球都是心创造，比较难，我们是比较不好理解。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私人的这个小世界里面，小宇宙里面比如说我开心不开心对人的接触好呀不好呀，跟人的这个关系拉得好呀不好等等等等，我日子过得好呀不好，这些都是跟心有关系的，这是100%肯定是那这个心意识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的这个影响那么的重要，所以我到底看个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要去看这个心的本性。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去看呢？因为这个意识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我幸福也就是它的作用，我痛苦也是它的作用我对人接触的好，也就是这个是它的作用我跟人这个接触不好，要发生矛盾等等等等，也是它的作用。所以他一直都躲在我的后面，就是在后面背后台操作我今天再也不让他后台操作，我自己去一定要看个清楚，就这样子的心态去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自己去观察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去观察那观察的时候怎么样观察呢？观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假心的这些修法全部修完了以后这个无假心里面，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大坐的这前期后期这些都跟那个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都一样。然后就这个修了一个短短的上师瑜伽的修法上师瑜伽的修法修完了，上师融入了这个自己的心那样子修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修一个这个中观里面讲的那样子，不要那么复杂。上师佛菩萨观想在自己的前面然后就是祈祷祈请我能够证悟空心，或者是我能够找到这个心的本性，那样子祈请了以后呢，就心里面就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呢怎么样静下来呢？我们也好好想想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事物都是在这个
就是1秒钟的1/1000、1/1000当中都在生灭，不断的生灭，就是现在就是在说运动啊。我们说运动的话，你们可能好理解一些啊。实际上运动就是生灭，没有生灭就不会有运动的。要运动的话，一定要生灭。那前面的状况、静止的状况摄取了以后呢，它重新变成了另外一个状态的话，这叫做运动，这也叫做生灭啊。那样子的话，我们把现在的这1秒钟的时间定下来，确定下来，定下来以后呢，这个1秒钟之前的这个心啊，现在存在吗？现在是绝不可能存在的。不但是心，外面的建筑物呀，等等等等，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印象啊，过去是这样子，刚才是这样子，昨天是这样子，就只有个这样子的，留下了一个印象而已。实际上，昨天的东西啊，以前的东西不可能啊。以前就是有些人认为，爱因斯坦就是物质，比如说就到达这个光速的时候呢，可以回到过去，就是可以看到过去的，绝不可能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以前的不是速度的问题，以前的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了，它再也不会有了啊。任何一个物质是这样，如果它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电脑里面储存东西一样，就是储存在某一个东西的话，有可能跟我们就是时间啊、空间的关系，还是有可能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有吗？没有了，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啊。所以过去的东西都不在了，这叫做过去性不可得，这叫做简单的，我这是最低的限度的解释。这叫做过去性不可得，不可得啊，不会得。我们的意识的运动啊，超过光速的话也啊，如果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那个意识的运动，如果可以超过光速的话，也不可能得这个过去的事，已经不在了，已经都不在了。所以这叫做过去性不可得啊。然后就我们刚才确定了一个1秒钟的时间，然后除了这个1秒钟以外，以后的这些心呢啊，一个都不存在，现在还没有存在，现在还没有诞生，它根本就不诞生。它是不是还没有诞生？就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慢慢出来呢？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它现在不存在，它仍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上，宇宙当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在这1秒钟来说啊，针对这1秒钟来说，未来的这些所有东西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完全是不存在的东西，不是它躲在一个地方，以后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出来，不是这个演戏的时候，就演员就躲在这个荧幕后面，拉开了以后就从那里面出来，就到舞台上去表演，是不是这样子呢？绝不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不在的啊。这叫做未来的心不可得，未来的心也不可得。那么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1秒钟啊，过去心本来就是非常客观的逻辑，这个那已经没有了，不可得啊，未来的也不可得。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我啊，我们要定一个我的位置的话啊，我的里里外外的位置，精神肉体的位置的话。如果要定的话，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不说空间，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就是只有1秒钟的时间啊。初步就是说1秒钟，然后再分下去的时候呢，这个1秒钟也就不存在了啊。最后这个1秒钟也不存在。1秒钟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连科学的一个非常迟钝的一些物质，也就是外面的一些这个仪器啊，都可以测量。1秒钟可以分成5000分之一，或者是更细微的东西了啊。那所以这些都是说明这是一个很粗大的，就是目前人类的技术能够发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智慧来说，这些叫做相对来说，这些就是微观世界，其实不是微观，这些已经还是很宏观的。所以啊，就是在1秒钟再分解的时候呢。1秒钟在分解的时候呢，就不存在了。1秒钟可以分5000啊，
至少我们不是在佛法里面，就是在科学里面都讲。比如说我们那个有100多个元素里面，我记得109的那个元素的寿命是1秒钟的5000分之一，那个元素的寿命是5000分之一。那还有其他很多元素的那个生命呢，就是更短啊。那样子的话，这个不仅是这个元素，其他的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元素，任何一个这个细微的这个原子或者是更细微的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分成1秒钟的5000万，1秒钟可以分成5000或者是5万或者是50万、500万都可以的，那这些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分下去了以后呢，最终精神真的确是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提过，就物理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啊。以前很多人觉得科学发达了以后，就佛法就会崩溃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像爱因斯坦啊，还有这个波尔啊，还有普朗啊，就是那些量子物理，就海森堡啊，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有一个全套的这个理论，但是现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说清楚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方法，然后我们利用这些东西，像你们中都不敢反对科学吧所以就是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这些东西来解释的话呢，任何人都没话说了。这就是科学呀，很客观的东西。你连科学都不承认，那你就是精神有毛病可以这样子说。所以我们感谢他们，我们感谢这个西方的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我们不认为科学发达了佛法不存在，我们反而觉得科学发达了以后对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好的条件，至少我这样子认为，所以我至少我感谢这些人还有这个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外国的专家，他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他说他是在大学里面讲那个藏传佛教，他说他给那些学生讲那个唯识宗唯识宗怎么讲的讲不明白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以前海森堡的那些这个道理呢？他说他们知道那就是唯识宗，就是海森堡的这个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就那样子他们一下子就接受了。那它是一种方法。当然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说海森堡的这个量子物理跟这个唯识宗画顿画我们永远都不会这样子，这个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他这种方法是没有错的现代人这样子才可以说服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说服。所以我觉得就现在我们有很多，我们可以借助很多很多科学的力量来传扬这个弘扬佛法。实际上无论是科学也好，佛法也好，都是一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这些都是接受这些是很好，这有好处，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子分解的话，那1秒钟都可以分解那么多。最后分解成什么样子呢？外面的物质全部分成了什么样子？就是分成了这个最后就是分成了一种能量能量我们以前讲，你们大多数的人知道，我认为你们就经常喜欢读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些科普书的，特别是西方人写的那些书的人就知道光是在大学里面读了一些大学课本的人，我觉得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是这个最后分解到什么呢？最后分解到现在不是什么这个物质不灭不是这些，最后就是分解了什么呢？就最后没有了，所有的这些物质全都分解成能量。能量是不是物质呢？能量从现在都在说能量是物质但是呢，这个物质跟往常的我们通常以前的这个物质的概念不一样了，已经不是那种它没有什么固体的东西那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肉体就是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基础上面？你们想想我们的肉体是什么样的东西构成的呢
然后呢，我们就是从时间的角度这样子分解了以后呢，我们把1秒钟分成了5000个阶段然后这是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然后再分解的话，1秒钟可以分解到没有了有一个东西可以分解到没有，就分解到没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分解了以后呢，因为所有的西方哲学里面就是有一个无限小的说法，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你们要知道，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体积有重量，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1瓶水跟1斤和10斤，或者是1公斤和10公斤，它重量有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它这里面的它的这些原子呀，或者是更小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数量是有这个差距，所以是有这个重量也有这个差距。那么数量有差距，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这就说明它不是无限，它就是有限所以这里面不可能用什么无限小，无限小是一个这个哲学上的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子说，人的思维，比如说你就再小把比如说1瓶水分成10个，然后10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再分小，你就是一个人活到100岁，你就可以24小时都说不完的但是这是我们的人的一种自己的这个新的一种假设而已。实际上这个物质呢，它越小，最后就没有了，它不会跟着我们的人的这个观点走的，所以不会有无限小，它最终呢就没有了最终没有。它最终没有的时候呢，你们想想，那我们的这个意识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空间呢？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呢？空间和时间都不容纳我们的意识和肉体，那除了空间和空间和时间以外，这个宇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的存在的余地呢？一定要这样子去想。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就是会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们真正就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这个是物质还是微物还是微性，没有这个必要了。这本身就是，比如说海市蜃楼它就是一种幻觉出来了，但是海市蜃楼也有很多种的解释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一个这样子的幻觉，是物质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呢？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这是一个幻觉而已那既然是一个幻觉，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严重的对待，那么认真的对待去分析这个是物质还是那个精神？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所以那样子观察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就不观察外面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就观察我们自己的本心但是我们自己的心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精神跟空间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精神它不需要什么空间，它哪里都可以生存，它可以继续下去，它哪里都有它的位置，也可以说哪里都没有它的位置，所以空间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时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样子观察的时候，就是一旦我的一个冒出来一个贪心我要去挣钱，要主持一个公司这个就1秒钟，然后我把1秒钟的东西就是可以分成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第109的元素的生命的长短那样子，1秒钟分成5000个阶段的话，那我们就是这样子阶段了以后呢，就刚才的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电视屏幕里面呢远的地方看，就是像我们肉眼这样子看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脸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超过我们人的肉眼，或者是一个放大机放大的话呢，那个上面就是一个点点，就是红绿白色的一个点红点黄点等等等等的，没有一个图像。再分析的话，就是一个长短的波，也没有什么红和黄等等，就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是一定要在一个幻觉的基础上我们在错误的基础上有我们的生存的空间，一个非常错误的基础上面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有我们人类的活动的空间。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绝对的
真相啊。然后我们认为这是就是我们宇宙的真相，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啊、真相啊，这样子的，越是靠近真相，越我们自己的位置都定不下来，那精神都不能定位，精神不能定位，人不能定位，我们最后就会消失的啊！说透了，我们最后就会消失。那样子去观察，你们就是今天你们观察的时候呢，不要用空间，以后我们外面观察的时候，就是通过空间去观察的。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时间啊，不通过这个空间，因为精神跟空间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非常密切，也就是说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时间来观察，通过时间观察。时间观察的时候呢，你们怎么认为？你们回去好好想想。那你们认为我们的精神到底就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上面？基础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有的还是不存在的呢？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人真的是精神不存在的话，那精神不存在的话呢，我们的教育是用来干什么呢？譬如说人就一个人犯罪的话，那关到监狱里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车子，他就出车祸了，我们车子不会关到监狱里面，我们马上拿到修理厂去给他换了一个东西，然后让他干活。那样子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换一个东西，让他去干活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关到监狱里面呢？人犯了错误，如果人没有精神的话，没有在关到监狱里面呢，让他改正呢，给他就受很多教育没有用的。就是给他就是通过一种化学呀，或者是就是一个人的大脑里面的或者心脏里面的一个配件给他换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像修理厂里面的车子出来了，明天就可以让他干活，就是那样子啊。我们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啊？这实际上我们的观点跟我们的做法是就矛盾的。这就是说明人是有精神的，所以他要通过汽车是没有说明的，所以他出了车祸不能责怪他，就是给他修好了以后，换了这些零件以后，让他去干活就好了。人犯了错误以后就不能这样子，要关到监狱里面，让他这个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是有精神在这个后台操作，所以没有办法那样子换一个零件，明天就让他去做事情，不可能了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说人的没有精神的话，就是有这样子的精神，而且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幸福、痛苦，所有都是他的作用如果说有一个精神的话，那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就是我们从来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模糊的概念当中诞生了模糊的概念当中生存了。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这状态当中会死亡的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处境就没有变。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以前也说过，我们人钱我们可以没有当穷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智慧我们不能没有了我们不能当愚蠢的人，我们宁可当穷人，但是不能当愚蠢的人。什么叫做愚蠢的人？就是没有读过的书就是愚蠢的人吗？读过的书不一定是很聪明的读过的书当中也有很多愚蠢的，也有很多做蠢事的。实际上真正的愚蠢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没有一个定位，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愚蠢所以就是我们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识字但是他不是愚蠢，他是非常聪明的就是那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定义你们要反反复复的去观察。过去的心思我们不需要去观察，不可得了已经。未来的心呢，不需要去观察，已经不可得了那生下来的心如果得的话，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心那现在的心是什么呢？所有的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念1分钟就1分钟的千分之5000分之一，它都停不下来，都在活动。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存在的那些东西那么不存在，肉体也这样子推测下去的话，不存在，现在精神也不存在，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自己是什么东西这个非常重要然后那样子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就这个时候如果观察的比较好的话，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是不存在的啊，就是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原来我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很多人是不肯理解，我怎么不存在呢？我存在呀，我存在就是就去翻一大堆的自己的证件啊、身份证啊、档案啊，还有户口啊等等，这就是中国存在的证明。这是外道，就是说那样子，外道用一些东西呢，就以前的古老的外道就是说一些食品啊，人吃的食品，他拿来说，这个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食品是上帝给我吃的，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个怎么我这个是从哪里来啊？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很不一定的。这个如果真的是上帝创造的话，那可以这样子说。但是是不是上帝创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样子，所以这些证件就不能证明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父母他们自己都不存在的，也不能证明我们存在。所以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会体会到我们不存在。当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不存在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静下来是什么样的东西？静下来是什么意思呢？静下来就是什么也不想啊，眼睛也不动，这个意识它也不活动。它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东西了，一切都是就在虚空一样的空性了以后，融入在这个当中以后呢，它活动什么东西？谁在活动呢？那样子观察的时候，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空性如果有比较好的体会的话，这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初步的对空性的一个理解我不说真悟的话，你们高兴的太早了，你们认为我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对吧？然后你们有可能假性的不修所以就我们不说这个真悟了，这是对空性的一种体会而已。这个体会也就是一个很初步的体会，这个体会如果搞不好的话，以后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然后就平时我们心是要静下来的，但是光是心静下来了有没有用呢？没有用的。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以前就是在70-80年前，我们在色达这一带就是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上师，传承大圆满的上师他上师的弟子们都是非常伟大的就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等等的时候，就是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他的那些弟子呢，就是根本就跟其他人是不一样，与众不同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样子的环境里，他才知道谁是修行人，谁不是修行人，知道那些人就是根本真的是有非常了不起。那他们的上师呢，就是更了不起，我们肯定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他经常修禅定修了好多年，他一进入，比如说他吃东西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那些时候都是一静下来了以后呢，不小心了以后立即就进入了一个状态，他就做事情。比如说他吃东西在碗里面放东西吃的时候呢，手就是抓东西，然后就是那样子的，在空心的不是空心，就是在心静下来了以后，就是像我们的电脑死机了一样然后什么东西的，就是当然是了，这个精神就是本身要活动的力量，它不活动，它不动的话，肯定会死机的。这就是实际上人死机了，不是什么成就了，就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一动都不动一天一夜他的不动，就是在这样子的状态，手放在这个，比如说他看这个书然后看，就是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手也不动，心里面也没有活动，眼睛也不动，就是在这样状态当中，就1天2天都没有问题了然后呢，那个上师就是他觉得这个人的修法就出了问题了，他就故意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些寺院里面有很多小喇嘛就是天天找很多小喇嘛去故意去逗这个人就拍他的肩膀那个人没有头发的一个老上师
拍他的那个头顶，然后就天天去就逗他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不让他静下来，不要让他静下来。然后呢，他们在他们的那个那个寺庙里面呢，就是招了4个人，就担保他们4个人担保这个人3年不打坐这个三年不打坐，他们4个人担保了这个。向上师担保这个人，我们担保他3年之内不打坐，那样子担保，那个就是啊，他们保证这个人保证这个人不打坐。然后上师说，那个上师就说，你在这个3年的过程当中，你就念1亿个这个嗡嘛呢呗咪吽，你就念个1亿个这个心咒，在3年的过程当中呢，你一瞬间也不能打坐，不允许打坐。然后招了4个担保人4个这人就保证他不修，他不打坐为什么呢？然后这个人那个时候就是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状况，他们的那个修行的地方，你们去过学院的很多人也看了，就是离那个村庄大概有2公里地方啊。那个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出现了一个神通啊。他那个时候就根本不要去看，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呢，今天在山下那个人来了他背了什么样的这个包包里面装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个人出了一个那样子的神通然后就是心那样子的平静下来了，但是他没有真悟空性这些东西都是真悟空性，就变成了一个真悟空性的阻碍，所以上师他不允许打坐。然后那个上师经常把这个人叫来叫来了以后呢，这藏族人也有一个就是像中国下棋一样的，像棋一样的那个是一个娱乐，其他世界人当成一个娱乐然后就是给他们下这个棋，实际上不是中国的那样，不是一模一样，实际上内容就基本上一样那个上师就把他呀还有其他人找来陪他下棋下棋。现在有些寺庙里面，我们有些寺庙里面的一些小喇嘛都说那个上师都可以下棋，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下棋为什么不能打球有些官家的头痛嘛，他们在寺院里面制定纪律，我们不能下棋不能去打篮球不能去好好学那个上师都可以打球，我们为什么不是打球，那个上师都可以那样子娱乐，我们为什么不给？实际上不是，他就是故意把这个人的心就平静下来了以后呢，让他不平静，让他下棋那个是什么原因呢？在真悟空性的境界当中，真悟空性的智慧和心平静这2个结合的话，那这是最理想的修法，非常好的但是呢，那个人就是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只能他的心是非常可以非常的平稳，而且非常的稳定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而且有那么强的神通他不需要大卦他就是知道山下来了什么人等等都有这样子的。你们如果有出现这样子的话，你们肯定说我就肯定第2天就给自己打广告，网上就是说我有什么神通了等等。因为现在至少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话，我认为比较你们上次教的这些纸条上面的看得出来，至少没有提这样子的问题以前我们早期给居士接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这样子的。我看到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我修行的时候就前面发了一个光，就进入了我什么等等，就是经常就是说那样就是导致了很多外面的人都认为佛教就是说这些问题，就这有一个光有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光你可以不吃吗？可以不穿吗？有一个光又怎么样呢？真正进入一个光又怎么样？然后法轮功这些都是讲这个光的以前法轮功我也看过他们的书，李洪志就是坐这个飞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一团光就围绕在这个飞机一直都跟着飞，一直飞到机场，他们的书里面的那么讲过嘛。我们也这样子说的话，那就是这个佛教就已经变质变味不能这样子说。所以这些神通就是不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个上师，他修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那样子的问题，就是其他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不是神经病，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神通，
就是他们2-3个人在山上打坐，他知道今天那个人来了，他的口袋里面给我们拿了什么酸奶呀、糌粑呀，还有肉啊，什么东西给我们拿来了，我都知道了，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给汇报了上司，给上司汇报了一个。有一天，上司把他的念珠拿来挂在他的脖子上，2-3天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神通都没有。所以这些都是都是一种幻觉啊，所以都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跟我们的外境也就是基本上差不多，这是科学家也没有发现，只知道外面，比如说我们把能量的转换啊，这个智能的转换啊，等等等等，这个。现在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发明了很多无线电波啊，等等，无线电啊，等等等等。但是没有发现这个我们的心就是在这样子可以变成一个心，精神升级了以后呢，它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个科学家、哲学家都不知道，佛才知道。所以这个修心的时候呢，我们要修一个正规的修法，就是要有这个。真悟空性，就是要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悟空性，你们的心静下来的话，这个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更不是跟解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这个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如果真悟空性的话心不静下来的话，我们的真悟空性呢，但是这个不能持续，一会儿就又冒出了一个其他的念头，就又被中断了，然后就是不能继续。那所以就是在真悟空性了以后呢，然后有那样子心平静下来的话，这是最好的一个，就是真悟空性了。另外，它就是真悟空性的这个境界呀，这个水平一直都持续很久很久，这叫做寂静和直观双运，这是直观双运这是非常好的修行，这是最理想的，这是很重要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不是寂静，就是这个直观真悟空性。那真悟空性，我想，你们对空性的初步的了解，我想你们都不难你们如果有点这个处理性的菩提心和这个基础上，如果下一点功夫的话，我想不难但是这个要发展，要让它成长的话让它培养的话，这个要看自己的看自己的这个看自己的精进。以前我们山上也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没有真悟的时候呢，大家非常的渴望我怎么样去这个真悟空性的话，我就是非常幸福，大家都认为非常的努力一真悟了以后呢，然后就大家都觉得就一切全部都结束了，全部都成就了一样的，就放下来了，这再也没有进步了。这种人相当的多所以就是我想你们真悟，你们也不是真悟，我今天不取真悟的名字，了解不是很难，但是这个成长进步发展这些有问题如果真的在这个基础上面能够真悟的话，那这个跟密宗或者大圆满的距离也就不是很远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尽量的心就在这个不胡思乱想。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激进的修法，就心没有激进的修法的话，就我们的心不能保持很久，一会儿就中断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激进那个时候就是它会起作用的，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样，如果在这个状态当中时间长的话，有可能如果你们金刚萨埵呀然后就曼荼罗修曼荼罗积累资粮，然后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修的忏悔比较好，然后就是修上师瑜伽，一心一意的祈祷法王，我们大家都上师就是法王，那样子的话，这个信心比较强烈的话，即使一般多半的这个信心是比较好的但是很多的信心是不稳定的，比较盲目的信心我们需要信心，但是不能盲目但是多数的居士的信心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盲目，不是很稳定的原因这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是没有信心的，信心比较好
那这样子的话，又有信心，又有积累了资粮，又有忏悔了罪过，这样子的话，那就所有的条件具备了，为什么不证悟了？肯定会证悟的啊，肯定会证。那证悟了以后，是不是成佛了呢？有些人认为我证悟了就成佛了，但是不是，离成佛还很远很远啊。证悟了以后呢，这个最初步的证悟呢，证悟啊，对我们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在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在周围没有什么人啊，或者是这个其他东西来干涉我们、骚扰我们的时候呢，就一般的这个烦恼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用这个智慧来解决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智慧的能力毕竟是很差的啊，所以还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连贪心、嗔心都不能解决，成佛都更不能说。那不能解决这些烦恼，那我们证悟空性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证悟空性呢，需要成长啊，需要发展，要加强它的这个力量啊，以后才可以。这个入心论里面的入心论的智慧品里面的解答了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个心的本性当中就静下来。如果你们观察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还是还是模模糊糊的，没有什么这个对空性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体会的话，那就从头再观察。观察的时候不要去观察其他的东西，就是观察心啊，意识观察的时候呢，通过时间去观察，不要空间啊，然后深深的体会到最后呢，深深的体会到空性是肯定的，这个肯定的。如果一次不行的话，2次、3次反复的这样子，那个观察以后，就在这个心的本性，就是这个是当然不是最终的心的本性，但这是一个初步的了解，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那样子的话就会证悟空性，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我刚才就是想说这句，因为你们有信心，然后就是有金刚萨埵的修法，忏悔罪过，然后就这个通过曼荼罗呀，种种积累资粮，不一定是通过曼荼罗就是其中一个啊。那样子所有的条件具备了，然后在修行上啊，我们刚才深深的体会到是空性的时候，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静下来，这个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啊，就是像以前和尚摩诃言说的那样子，突然间这个顿悟都有可能啊，禅宗里面讲的那样，有可能顿悟。如果这样子真的顿悟的话，那就跟密宗的证悟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啊。这些是我们的具体的修法啊，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修行的人修行的人才可以听这些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显宗的修法，这个不需要什么密宗的观定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不是这个光盘啊，那些也就是就内部真正的修行人才可以听可以看啊，就外面流通啊，这些都是不是很适合。所以啊，就是像我们比如说讲一些佛教的常识呀，然后就是讲一些因果方面的呀，等等等等，这些谁看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就涉及到一些空性啊，就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修法呀，就除了密宗以外，显宗里面的有一些也是就最好是自己保留自己修，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那个会证悟空性的啊。那证悟空性以后呢，你们最后就是要上次我们上次我们就那个考试这是你们的修行的一种状况，了解了一些你们的修行的状况啊。有可能如果你们以后就是在真正这个实际的修行上啊，自己认为这个是空性的境界呀，或者是这是一个空性的这个证悟啊，那样子的话，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再叫一个这个再叫一个枝条啊，或者是口头上说是比较好的。我们以前就是像我的话，我也在这法王的桌前教了3次这样子的这个考试啊，但是我认为我所有都是没有及格啊，反正都是教了的这样子啊。
所以你们也需要这样。如果作为一个真正想修行的话，就是那样子。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是至少是一个初步的对空性的了解的时候然后你们就不需要其他的，你自己去培养这个智慧，就是这个路已经走上去了，然后自己走上，然后自己继续的时候就可以了，再也就不需要太多的引导等等的。这个并不是说再也不需要这个修法呀，再也不需要说积累资粮这样子。麦庞仁波切在这里也说了，然后同时就证悟修行的同时对这个上师，我们这里讲的上师，所有的都是这个指的是法王我们大家的上师是法王，然后就是对上师的这个加强对上师的信心，经常这个修上师瑜伽。我们密宗里面呢，特别是大圆满里面呢，证悟不证悟呢，证悟不证悟呢，不在于其他的。比如说你世间的有些人聪明有些人不聪明聪明的人不一定证悟大圆满，不聪明的人不一定不证悟大圆满。这些都是实践的这个。比如说你在生意上面呢，工作上面呢聪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不一定聪明生意上就是学习上面不聪明，但是这个上面不一定不聪明这就是两回事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聪明不聪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有得到上师的加持。上师的加持呢，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到，那没有信心是得不到的修上师瑜伽，同时要积累资粮修曼茶罗放生等等等等的积累资粮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一定要这个修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修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个忏悔罪过这三个第一是祈祷上师，祈求加持，求加持；第二是积累资粮；第三是这个希望这个遣除这些罪业那样子的话，一定会这个证悟，或者是证悟了以后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是麦庞仁波切的对初学者的一个教言那其实这个修法我们以前也不是没有讲过，讲了很多次，基本上这个大致上这些修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认为这个有什么大圆满有什么很多了不起的东西，根本自己不修的话也就可以成佛或者是证悟你们不能这样子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上面讲的那么清楚，然后就是书上也有那么这个完整的这些修法仪轨都有，但是你们对空性一点点的体会，一点点的证悟都没有的话，大圆满我想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就是要在这些上面，如果你们有体会，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的话，那大圆满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从我们可以推测那大圆满也有可能证悟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年的我们的那些所有的课都暂时就是一个段落了就是暂时就是这样的。你们自己好好的修菩提心，然后以后就是如果机缘成熟，就是你们方面这个有资格这个受菩萨戒，然后我这边也就是有资格这个传菩萨戒，这样子双方的这个机缘都成熟的话，那就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个传菩萨戒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不中。现在最关键是自己好好修菩提心，然后修这些空性就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堂这18年，冬年你别这那办学讲，这个南街网络这个这边做连着吧，这个修。